大家好，今天在坎仔顶买到很漂亮的大马头鱼，看看这个光泽，眼睛突出，黏膜都还在，鱼体僵直，都是很新鲜的象征，而且外观上完全没有擦伤，属于看一眼就可以买的等级。马头鱼是台湾常吃的鱼种，一般都用干煎，日本人叫干鲷，是高级鱼，但是他们更喜欢白马头，说是梦幻鱼种。我在南方澳见过几次白马头，但我没有试过。死白死白的颜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泡水很久的感觉，就降低买气了。难得买到品相这么好的马头鱼，所以这一次除了做生鱼片外，我们来做个松粒烧。那松粒烧是不去鱼鳞的，带着鱼鳞一起过油。我们挑一边鳞片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，另外一边鱼鳞打掉，让水分出来做生鱼片。马头的鱼鳞很软，很容易剥落，打鳞器轻轻上下撸就可以了。左手抓紧，尽量不要摩擦砧板，以免另外一边的鳞片掉落。那腹部跟尾部用打鳞器的尖端来加强。另外有一种整脸都是金黄色的鱼，叫金面马头，我只在南方澳见过一次，属于传说等级，价格比红喉还贵。接着来放血，尾部切一刀，露出脊椎下的动脉。目测动脉的尺寸，装上放血针，针不要太粗，尽量避免刺破鱼的血管。这个升级版的用手转就好了，再也不用锉刀磨，连接处全部换成快速接头，非常方便。鱼鳃的地方切一刀，让水能够流出来。马头鱼的肉质很细腻，水不要灌太久，避免鱼肉冲坏。灌的时候，手稍微摸着鱼，会感觉到肉变硬，有肚子肿胀的感觉，那就是水堵在鱼标的地方，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了。等一下开肚的时候，水会从鱼标喷出来。割开鱼肚就有空气泄出来的声音。灌水的时候，鱼体里面会造成一些压力。检查一下内脏，看看有没有寄生虫。割开鱼标，露出脊椎，里面都是刚刚灌进去的水。脊椎骨的地方刷干净，只有马头鱼我会用牙刷，刷毛比较软，但是要刷比较久。马头鱼的水分很高，肉质细软，鱼皮薄，但是非常有弹性，不太好切割。取肉的时候力量大了会散，力量小了皮不断。我新手的时候切坏过很多次。那包起来短暂放1天，把表面的水分吸收掉一点，这样比较好切割。但如果要做松粒烧，不能包太久，水分太少，鱼肉过油的时候，鳞片会粘在鱼皮上，会站不起来。站不起来是个大问题。短暂的放1天，隔天就打开来看一下状况。纸巾上都没有血，放血放得不错。鱼头切掉，开始取肉。先取带着鳞片的这一边，为了尽量保持鱼鳞不脱落，刀要磨得很利，
先切开一小段，然后反手握刀，这样子割开鱼皮的时候就不会弄得烂烂的，切口很平整，鳞片大部分都可以保留下来。然后刀转过来，再开始往内切割。另外一边从腹部的开口下刀，刀子的角度大一点，慢慢割。这一段鱼鳞很小，慢慢割的话就能处理好。腹骨的连接部分不要用刀硬切，容易把鱼拉坏，用剪刀剪，整块鱼肉就可以漂亮完整的取下来。另外一边鱼鳞已经去掉的这个部分，做生鱼片，可以看得出来鱼肉非常软，要小心的处理，不然鱼肉会坏掉。我们把鱼骨沿着脊椎剪开来，看一下动脉的部分，完全没有血液，所以昨天那样子短暂的放血，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。把腹膜的部分切掉，等一下可以拿来煮鱼汤。喷一点冰盐水，然后盖上纸巾，可以看到纸巾上一点血都没有，这个就是有放血的效果。那为了再去掉一些水分，我们不盖纸巾，直接放在冷藏里吹风。那松粒烧的这个部分先调味，撒一点柚子胡椒。趁这个空档来做蘸酱。松粒烧会经过油炸，所以用萝卜泥来做一些清爽的蘸酱。萝卜泥滤出来的汁可以拿去煮鱼汤。然后加一些柑橘醋跟 Tabasco， 蘸酱就完成了。30分钟后，从冰箱拿出鱼肉，把鱼刺拔掉。然后接着把鱼肉切成方便入口的大小。切的时候先割开鱼肉，到鱼皮的时候用力往下压。在鱼皮的部分不要来回切割，这样子鱼鳞的部分就能完整的保留。看一下这个平整的切口。油温差不多190度，热少许的油，然后用汤匙淋下去。我做过面朝下串起来整块炸的那个做法，那需要很多油，然后鱼鳞很容易剥落，油会喷得到处都是。用汤匙淋是比较方便的。
用热油淋上去，慢慢让鱼鳞完全站立之后，放在旁边的烘焙纸上。鱼皮水分如果太多的话，这时候会一直喷油。那鱼皮如果水分太少的话，鳞片就不蓬松。完成淋油的步骤后，等等用烤箱烤10分钟。在烤的时候，多余的油会沿着鱼肉流下来，鳞片会更酥脆。鱼肉就像干煎那样子，中间湿润，外层微微的恰恰，非常好吃。烤鱼的时候就来准备生鱼片，鱼刺拔掉，鱼皮去掉，然后要切薄片。马头鱼的肉很软，但其实蛮有嚼劲，切得厚的话会嚼很久，很影响口感。薄片才能把鲜甜味充分的展现出来。鱼肉也烤好了，开吃。